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国债交易的一个投资策略。以长债 ETF TLT 为例的话，目前的话它已经突破了100这个关口。那如果说它回到加息之前的高点的话呢，那也有60%的一个涨幅。我这周末聚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TLT 肯定能涨吗？那其实如果我们把鲍威尔拉出来，只要他说基准利率肯定能在2年之内降到2%以下，那么美债价格肯定能得到个大幅的上涨。但是呢，你说鲍威尔会这么说吗？他肯定不会啊。所以美债价格的上涨速度我们是不能确定的。但是呢，美国经济在接下来的话走向基本上是这2种情况。那么我今天呢，也根据这个2种情况给大家分析一下，接下来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第一种状况呢，是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衰退，代表的情况呢有2020年和2008年这2个时间段。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引起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那个时候呢是在2个月之内把利息从 1.25% 降到了 0.05%。那个时候采取的政策呢，就是经济政策呢就是快速降息加上量化宽松，这个被称为史上最快的一次降息。长期国债 TLT 的价格呢，也是在2个月的时间内上涨最高幅度达到 30% 左右。当然，从利息的最高点到降息结束的话，它总的涨幅有 50% 左右。08年的时候呢，是发生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这边也有次贷危机，那非常多的金融机构倒闭了，失业率也增加，那还有股市大跌，所以说全球一个经济衰退，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那美联储呢在1年之内把利率从 5.25% 降到了 0.16%， 这个呢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利率降到了几乎接近于0的程度。那他们的采取的政策呢是快速降息加上之后的量化宽松来解决这样的危机。TLT 的价格呢也在那段时间上涨了 57%。再往前的话 TLT 的历史就没有了，它发行的时间是2002年，所以说它是一支历史比较悠久的长债 ETF。 当然长债 ETF 还有好几个，有些的费用比 TLT 要低很多，那我之前也有视频介绍过。好，回到我们这2次降息的历史，那由于这2次降息呢都是快速的降息，然后 TLT 的表现也都非常不错，所以呢，大部分人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美联储降息，那么国债价格必定会大涨，这么一个结论。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经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还能坚持。那代表的情况呢，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计算机飞速发展的阶段，那和现在 AI 的发展有点像哦。美国这边虽然说有一些经济问题，但是它的 GDP 的增长还是不错的，没有进入到一个衰退期，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降了，结果停一停又升了，然后再等一等，再升一下，然后再降下来。那这种缓慢降息的状况呢，也会导致美债价格上下的波动。那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呢？那我们先从失业率上来看，失业率目前的数值呢是 4.2， 可以看到自疫情之后，这个曲线就相对于而言比较平稳了，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看，那现在这个数值其实和疫情之前的数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了。再看一下通货膨胀率，那目前最新的数据呢是 2.9% 的通胀，可以看到自疫情的时候最高点 9.1%， 经过一系列的加息之后呢，那目前已经在 3% 这个区域维持了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最后看一下美国这边 GDP 的增长状况，那2023年 GDP 的增长呢是 2.5%， 不算太好的数据，但是已经从波动中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这个区域当中。可以看到，如果它接下去继续是在这个区域波动的话呢，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区域，那和90年的时候这样子上下波动的状态其实也差不多。
从长期曲线上来看 ，GDP 的增长呢，以最新的2024年第二季度，它仍然是一个缓慢向上的状态，而并不像2008年或者是2020年有明显下降的这样子一个趋势。那我们再来预测一下明年可能会有的状况，无非就是经济衰退，或者说是经济尚可，飞速发展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那经济衰退的话呢，美联储应该大概率会快速的降息，特别是如果明年上台一个对经济政策比较激进的总统的话，那这个产生的结果呢，就是美债价格的一个飙升，大家可以快速的获利。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经济还可以，各项数据还不错，那美联储可能就是会缓慢的降息，或者是降停一停，那美债价格呢，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波动的区间。但是降息再慢，它最终还是要降下来的。那美国目前的债务呢，已经到达了35万亿了，光是每年的利息都已经快要超过军备的支出。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呢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如果把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个美国人的头上的话呢，一个人差不多会平摊到10万多美金的债务，那平摊到每个纳税人身上去掉老人跟小孩的话，那一个人会平摊到26万9的债务，真是没法说啊。所以即便是遇到价格波动这一情况呢，美债的价格它长期趋势应该还是向上的。当然，如果这个时候经济政策呢从量化紧缩转移到量化宽松，这个可能会利好股市，那股市上的收益可能会超过你放在债券上的收益，那这个机会成本损失的风险呢还是存在的。当然了，追求利息收入的朋友呢，可以直接购买长期国债，而不是国债的 ETF。这样一方面呢，你有一个固定的利息收入，现在长期国债利率差不多是4%左右，那就一直这么拿着，过个几年，如果价格上去了，就把它卖了，可以再赚一笔。那如果说美债价格没有怎么上涨的话呢，那也可以继续拿着，就当做保守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当然是和你放到股市币市赚大钱的资金是要分开来的互不影响，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来降低你账户的一个波动率。至于怎么购买美国国债，我这边有教程，那到播放列表这边，我这边有个美国国债的播放列表，那里面呢就是在官网怎么买，或者说在美国这边券商，我是以 Fidelity 作为举例的，但是其实任何券商都差不多的一个操作步骤，里面的一些名词解释都比较详细。那对于海外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一些国际券商，比如说是富途牛牛或者说是盈透上面都有美国的国债。那盈透这边还有个好处呢，就是你放在里面的余额，它还是会给你一个4点多的利息，还不错。那开户的链接跟那个详情都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有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看到都会回答的。好，那就这样子了，我们下期再见。